Hello， 大家好，我是全哥。今天说点嘛呢？天津面筋，您看行吗？为嘛说面筋呢？一说到面筋啊，大伙儿最先想到的肯定是那个烧烤摊前边那一大串一大串的烤面筋。但是我今天说的呢，是天津的这个油面筋。有什么区别呢？其实面筋都是一样的。面筋，顾名思义就是面的筋，就是小麦粉，咱吃的面粉，把淀粉洗出去，留下的就是面筋。只不过呢，全国人民都知道这个面筋就是把这个面粉洗完了淀粉以后那个筋，或蒸或煮定型以后出来的水面筋。天津这油面筋是洗完这个筋以后揪成剂子，用油炸出来的面筋。这个油面筋只有天津有，作为烹饪的一种食材，只有在天津流通，天津以外的地方还真都没有，别说买不着。这个面筋历史也相当悠久，据记载从南北朝时期就有了，做各种食材，但是呢它不是主食一般都当个翘头像陕西的凉皮儿拌的那个里边的水面筋，还有四季烤麸就是水面筋做的，还有一些火锅什么，在南方一些地区它也有油面筋，炸的跟乒乓球似的那个涮火锅吃，那个实际上跟天津这个面筋是两个概念，不是一个东西。这个面筋从天津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已经没法考证了，但是呢在天津市不管是老百姓的家里还是大小酒店，这个面筋是不可或缺的一个菜。咱先说这个面筋是怎么做的。刚才我也说了，这个面筋就是面的筋，咱的小麦粉回家不管包饺子也好，那个是蒸馒头也好，不得先和面嘛，对吧？和完面以后，把这面团搁水里边洗，反复的洗到把淀粉都洗出去，光剩下那个筋了，这就是面筋。这个洗出去淀粉这个水也不能浪费了，这里边就全剩淀粉了，这可以做凉皮儿、面皮儿。洗完了淀粉，剩下这个筋，如果把它规整成一定的形状，或蒸或煮，就是成了水面筋。如果是油面筋呢，把它做成剂子，植物油炸它，得炸2遍。这个因为这个面筋洗完了淀粉以后，剩下的只是植物蛋白了，所以也不用起子，一炸它自己就会膨胀。炸完第一次以后，随着温度的下降它自己就会塌。然后进行第2次复炸，给它定型。你看天津的面筋不像南方似的这么鼓，它得有点韧性，有蜂窝，好加工，口感也好。这是面筋怎么制作的。要人说了，这个面筋这么多油，这个对人身体健康有益没有益我还跟您说特别好。这个面筋据记载它是性凉微甘，和中益气，解热止烦渴，营养成分非常丰富。它是非常优质的植物蛋白，高蛋白低脂肪，而且还低糖，富含钙、铁、磷、钾等等好多微量元素，还有丰富的维生素，膳食纤维的含量也挺高。这个面筋好不好吧？因为这个面筋炸完了里边光剩纤维了，蜂窝比较大，所以它在做菜的时候，不管它是烹饪什么菜品的时候，它会吸收好多那个汁儿，所以它非常好吃。天津的这个面筋主要的一个菜毒面筋。这个毒呢是一种烹饪的手法，就是慢火文火的慢慢的煨。这个面筋是需要慢火小火煨。这个毒面筋它是一道清真菜，家喻户晓。毒面筋就是把面筋焯一下水，然后调完料，用小火煨完了就出锅。这个毒面筋跟大米饭是绝配，这是毒面筋。还有毒面筋有好多升级版，有一个最简单的升级版，虾仁毒面筋，就把虾仁加进去。天津人爱吃河海两鲜，所以他就想方设法的把这河海两鲜加到咱的日常的菜品当中去。是海虾是河虾，你虾球你自己想吃嘛都行。这个呢就是在毒面筋的前提下加入虾仁，有的敲点黄瓜，有的不敲，这是其中一个升级版，虾仁毒面筋。还有一个著名的这个升级版，在天津非常热卖的一款菜，就是也是清真餐厅的黄焖两样，跟毒面筋的烹饪方法也差不多。黄焖两样呢，这2样一个是面筋，另外那一样呢是牛肉，选用上好的牛腩，应该是白锅把这牛肉先炖出来，然后切成片也好，条也好，丁也好，
跟这个面筋一块烹饪，再加上这个炖牛肉的高汤，那味道非常的哇塞。这是黄焖两样。大伙儿都知道素烧糍粑吧？这道菜呢也是比较有名的一道菜，在天津加入面筋叫趴全素，其实就是烧糍粑加上毒面筋的这个烹饪方法。这个菜也是别具风味。素食锦里边这个油焖的素食锦，其中主要的一个食材就是这个面筋。再有呢，天津人爱吃馅儿，所有这个馅儿的东西，天津人已经发挥的差不多。什么饺子、包子、回头、馅饼、肉饼，各种馅儿。其中呢，素馅儿里边最有名的天津的京味素，天津素吧，天津这本地人叫过年素，大年初一吃的那个素饺子里边就有面筋。在以前呢，有一种小的素馄饨，里边也切面筋丁。还有呢，就是天津，我有一期视频做了一个天津的捞面，这个三鲜打卤面现在也非常火爆。三鲜打卤面就离不开这个面筋，你看里边的花菜、木耳、香菇必须得有面筋，再加上各种海鲜，然后烹制出来的这个捞面离不开面筋。还有四碟捞面，这个四碟配菜里边其中的一个不可少的这个糖醋面筋丝，也是用天津这个油面筋做的，这可是天津最典型最喜闻乐见的一道菜。这是三鲜打卤面的黄金搭档。糖醋面筋要说这个菜难度挺大，虽然说就是过一下油糖醋汁儿，但是这个面筋还有这个油温还有这个火候调这个汁儿也不是这么简单，拌到面里边又香又解腻，非常好吃。再有呢，有一道菜叫华阳面筋，天津现在做的地方很少了，因为这个菜呀太麻烦。以前的厨师都是从那个一开始洗面，洗成面筋以后，自己过油炸，然后加工完面筋以后，再出这套华阳面筋。在以前天津这个比较有名的八大碗那菜里，还有个那个叫灯笼面筋，现在也没人做了，太麻烦，卖不上嘛价。再有呢，就是它当一些辅料，你像咱涮火锅，以前天津的那个涮锅子都不涮面筋，就白菜粉条豆腐，就那几种清汤锅。但是现在随着这火锅呢越来越繁荣，天津这个不管是麻辣烫啊，还是天津的涮羊肉啊，也都弄点面筋涮。说了半天，这个面筋这道菜在全国知道的人也不多，常来天津的人吃过的肯定有印象，而且印象会非常深。这个在天津是非常盛行的一道菜，就跟天津人一样，朴实无华，非常接地气，非常好吃，回味无穷。没尝过的可以来尝尝。还是那句话，天津人就擅长把这种最简单的食材做的一点都不简单。今天这个面筋就给大伙儿介绍到这儿啊，希望大伙儿有时间自己来感受感受，自己来尝尝。谢谢大伙儿，再见了您了。